你有没有觉得，有时候还没开始做事，心里就已经打了好几仗？那些焦虑、犹豫、纠结、自责，就像住在你脑子里的两个小人，没完没了的吵架，把你的精气神都耗光了。老话说得好，将军赶路不追小兔。真正厉害的人，总能把时间花在刀刃上，而那些深陷内耗的人，是在无尽的纠结中原地打转。高效能人士就像是天生的反内耗体质，他们想到了就立刻去做，因为行动力才是治愈一切内耗的良药。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？考试还没开始就担心自己考不好，工作上出点小差错就辗转反侧一整夜，领导没表扬就怕自己不被认可，遇到选择总是左摇右摆，迟迟下不了决心。如果你常常被这些情绪困扰，那恭喜你，你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内耗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80%的能量都用来和自己较劲，那哪还有力气去行动呢？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内耗就像一种精神资源消耗。当我们内心资源不足的时候，就容易陷入这种状态，长期下去，你会感到筋疲力尽、焦虑不安。真正让你疲惫的，往往不是生活和工作的重担，而是你心里那些看不见的内耗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，人是会思想的芦苇，我们因为思考而变得智慧，文明也因此发展。可一旦思考变成了胡思乱想，那只会让我们深陷内耗的泥潭。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意大利短片，叫《星期六》，短短3分钟却特别真实。片子里一个独居男人在周六早上一边啃香蕉，一边盘算着今天的任务清单：洗碗、洗衣、交账单、打扫浴室、倒垃圾，还得给老妈打电话，晚上再惹点乐子。可他呢，在真正开始做这些事之前，已经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糟糕结果在脑子里预演了一遍又一遍，耗尽了大量情绪。结果琐事越堆越多，一天就这样在思虑中悄悄溜走，天色都暗了下来，他却什么也没干成。他就是典型的内耗型人格，明明2小时就能搞定的事，却用了8小时来做心理建设，最终还是带着排斥和负面情绪开始，身心俱疲。真正拖垮你的是这些没来由的情绪内耗，而真正能推你前进的，恰恰是你的行动力。在这个内卷无处不在的时代，太多东西在消耗我们，生活的琐碎、工作的压力、人际关系的烦恼、家人的期望、消费主义的诱惑。但那些厉害的人都有着反内耗的体质。就像90岁还在工作的心理医生中村恒子奶奶，她用一生写下的小书《人间值得》，给这个充满内耗的时代开出了一剂良方。她说，我们之所以焦虑疲惫，大多是因为对未来考虑太多，忧虑未来毫无意义，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。恒子奶奶年轻时憧憬幸福家庭，结果却嫁给了一个不顾家的酒拐。她一边做着繁重的工作，一边拉扯孩子，还要忙活没完的家务。但他依然该吃该睡睡，好好对待生活，从不执着于那些得不到的东西。因为一旦执念太深，怨念就会随之而来。当我们停止内耗，把目光放在重要的事情上，然后一步步积极行动，就会发现那些担忧不知不觉就烟消云散了。一个人最大的内耗就是不放过自己。就像英国那本著名的心理咨询书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里说的，没有比自我批判更强烈，也没有比我们自己更严苛的法官。我们总觉得是在和外界或他人做斗争，其实一直在较劲的是那个高敏感、低自尊、完美主义的自己。知乎上曾有个热门话题，为什么说内向的人精神内耗很严重？很多网友都深有同感，想穿好看的衣服出门要挣扎半天，课堂上想发言心里要排练无数遍，聚会时想加入聊天，却怎么也插不上话，发个朋友圈能思考一晚上。内向的人往往对别人的看法特别敏感，总是在人际交往后反复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哪句话说错了，别人会怎么评价自己，甚至别人一句随口的话都能在心里琢磨很久，越想越多，陷入毫无意义的思考。这种对自己太过苛刻、高标准却又伴随着低自尊的心态，一旦发现缺点，就很容易陷入自责和自卑。萨特在墙里说，人时时刻刻保持自我克制是件愚蠢又内耗的事。我们很多的不快乐都源于头脑中无休止的念头缠绕，精神损耗严重，会影响我们做出有效判断，让学习、工作、人际交往都变得更加吃力。所以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扔掉完美人设的标签，就是减少内耗的第一步。日剧《我们无法成为野兽》就描绘了一个内耗型人格的真实故事。女主角深海晶在大家眼里是个完美的全能女性，工作恋爱都处理得游刃有余，每天笑容灿烂，但实际上她只是为了迎合周围人的眼光而不断忍耐，内心对工作和恋爱都感到无比疲惫。我们每个人都想活得像野兽一样自由自在，却因为内心的各层考量，活得束缚又艰难。当我们不再去讨好所有人，不再逼自己做到完美的时候，才能真正活得更自由。我们是生活的创造者，而不是被动适应者。停止内耗，把精力用在对的地方吧。史蒂芬·科维在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里提到了关注圈和影响圈。关注圈是我们日常关心的所有事，比如天气、健康、时事等等；影响圈则是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事情，比如学习成绩、工作表现。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提醒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方面，而不是那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上。
比如你想升职加薪，就应该努力提升业绩去影响老板的决定，而不是抱怨老板不赏识自己，把时间浪费在无法控制的事情上，那样只会让你陷入深深的无力感。想要减少内耗，成为高效能人士，我们就得学会缩小关注圈，扩大影响圈。积极主动的人会更专注于影响圈，不会在那些不可控的事情上紧盯不放。哭泣是消解情绪内耗的一剂良药。人生难免有苦闷的时候，痛痛快快的哭一场，就像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无人打扰的小世界，暂时远离烦恼，充电，然后重整旗鼓。行动力是解决自我内耗的关键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提到，我们越是直面内心的冲突并寻找解决方法，就越能获得内心的自由。内耗的漩涡，往往就是翻来覆去的思考和反复纠结造成的。我们总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浪费心思，该尽力的地方却敷衍自己。内耗只会让我们在原地打转，极大的消耗我们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。所以想清楚就立刻行动，就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法。你在内耗上多花1分钟，就少了1分钟去解决问题。面对高难度任务时，我们常常因为觉得应对方式太复杂而迟迟不肯行动。这时候，学会把大目标拆分成一个个阶段性的小任务，就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初始行动力。从一个能完成的小目标开始，每达成一个，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动力和热情，从而形成一个积极的循环。就像那句将真赶路，不追小兔。聪明人总是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上，而内耗严重的人才会在纠结和焦虑中浪费时间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是自己内心苦痛的制造者，也是唯一的终结者。愿我们都能减少内耗，让内心山河壮阔。始终相信人间值得，把内耗的时间用来在心里修篱种菊，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和力量。内耗是现代人的精神苦役，有人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反复琢磨很久，有人听到一句话就在心里各种揣测，有人放不下过去的事情，日夜咀嚼折磨自己。久而久之，再强大的人也会被这些看不见的思虑拖垮。就像《反内耗》这本书里说的，自我战斗引发的内耗才是痛苦的根源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拒绝胡思乱想，停止内耗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知个那些可以帮助你摆脱内耗的方法。当你开始行动后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一切的焦虑和不安都会得到治愈和平息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断舍离。很多人一生都活得像柳宗元笔下的傅柏，无论遇到什么东西都会把它抓起来背在身上，即使已经筋疲力尽，也不肯停下，最终只能被身上的重担活活压死。我们的生活也一样，身边堆积的物品越来越多，心里的负担也随之越来越重。过多的物质反而成了我们人生路上难以舍弃的人质。学会克制物欲，从断舍离开始，清空无用的东西，才能为幸福腾出空间。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中写道，断舍离从深层来看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。从今往后，学着简化生活，清空内心的负累吧。那些破了洞没了瓣儿的袜子，1年都没穿过的鞋子，共色变形的旧衣服，不舒不服的眼镜，开封1年没用完的洗浴用品，坏了的雨伞，随手塞的传单卡片，冷冻室里过期不知道多久的食物，生锈的锅碗瓢盆，阳台上枯萎的盆栽，是时候让他们离开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给你的生活腾出点空间。其次，多读书。余华在节目里说过，我们生活在社会中，每天都要遵守规则，有时会感到压抑，不可能把所有情感和欲望都表达出来。你想发脾气却不敢发时怎么办？那就去读书，读书能减少抑郁，让内心更健康。对任何人来说，读书都是一味反内耗的良药。书读多了，你的眼界自然开阔，精神自然充盈。那些看不懂的事、参不透的道理、走不出的困局，甚至其他解不开的难题，都可能在书中找到答案。随身带一本书，等车坐车时翻几页，把那些让你备受鼓舞的句子摘抄下来，难过时看一看，订阅几份报刊。了解时事，心不静时去逛逛书店，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，每月认真读完1本。睡前听半小时书，学习点心理学知识，给情绪做专业疏导。每读1本书，记下读书心得，了解高效读书方法，并和他人交流分享，让思考更有深度。第3，别插手闲事。你有没有抱怨过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他总就是听不进去，我明明是为了他好，他怎么老是不改，我早说不要这么做，他偏要做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这些抱怨中，你会发现，越想改变别人，自己越内耗。作家魏克尔说，当我们试图改变别人或要求别人怎样做的时候，80%是在自讨苦吃。尽量少管别人的事，我们才能避免人生绝大多数的烦恼。不要轻易指点别人，别人的私事不要去插手。即使你看不惯别人的生活习惯，也不要去试图改变。除了损害自身利益的事，不要轻易反驳任何人。别人做出承诺时，不要期待他一定遵守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别人不需要帮助时，别当烂好人，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。人各有路，不要操心别人的未来。听到他人吐槽老板或同事时，不要去给别人说大道理。
第四，焦虑时多运动。世界日报曾发表一项研究，经常运动的人比不爱运动的人快乐感多出52%。运动是治愈情绪焦虑的有效方式，所以当你感到疲惫压抑时，就马上动起来，绕着公园跑几圈，或者在健身房里大汗淋漓一次。结束后洗个舒服的热水澡，美美的睡一觉，你会发现所有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每天慢跑半小时，压力大时做瑜伽放松身心，下班早时步行回家欣赏沿途风景。每周游泳1-2次，焦虑时可以随着音乐起舞。工作之余约朋友打羽毛球、篮球，养成微习惯，比如每天跳绳50下，走进健身房挥洒汗水，睡前做几组伸展运动，放松肌肉，帮助入睡。第五，痛苦时利他。作家曾希说，当你情绪内耗、痛苦时，就去利他，去行善。你也许会觉得自己都很难受了，还要去帮助别人，不是更痛苦吗？其实不然，当你一心一意的利他时，你会忘掉自己所有的不快。就像那句老话，人行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行。当你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，就能驱散身边的阴霾，痛苦和内耗自然也就没有了。夸赞遇到的陌生人，参加一次志愿者活动，和朋友分享零食，随手帮别人倒垃圾，进出大门时为身后的人数一下门，公交车上别有需要的人让座，过去倾听和鼓励别人，和别人交流时保持微笑，雨天多带把伞借给没带伞的人，进电梯时留意一下还有没有人要上来，再按关门键。第六，烦躁时独处。有人把人生比作一杯浑浊的水，处在人群中时，我们只会把这杯水越搅越浑，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。但独处时，水里的杂质就会慢慢沉淀，直至整杯水都变得澄澈透明。就像作家马德说的，一个人的灵魂只有在独处中，才能洞见自身的澄澈与明亮，才能盛享到生命的微蕊和蓬勃。在内心煎熬时，给自己一方独处的空间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你的生活也会因此更加从容。看 TED 演讲，泡个热水澡，洗去一天的烦恼；做一顿自己喜欢吃的饭菜，静下心来画画解压，写日记记录心情；看几部纪录片拓宽眼界，用心种一盆花；坐在窗边看天空，感受时间流逝；听喜欢的音乐，让烦躁思绪随音符飘散；翻翻以前的相册，看看曾经的自己。第七，换一个圈子。立身成败在于所染，你身边的圈子往往就决定了你会成为怎样的人，拥有怎样的人生。和满身负能量的人相处，你便会一直在悲观抱怨中沉沦。若主动迈向正能量的圈子，你便能与优秀的人同行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停止无效社交，远离酒肉圈子，结交三观一致的人，多跟行业内高段位的人接触，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，少巴结多互助。不要因为难熬就去靠近堕落的圈子，换一个居住的小区，或者换一份工作，去认识新的人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利用自己现有的平台，比如媒体记者、作者、咨询师，去认识更厉害的人，参加各类企业人才培训班，认识志同道合的人，建立新的圈层人脉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先提升自己，优秀的圈子才会找到你。第八，来一场旅行。网上有人问，人为什么要旅行？有网友回答，见过了高耸入云的山峰，体会过大海的包容壮阔之后，就不会执拗于生活的艰难困苦，即便面对挫折和失败，你也能更快的满血复活。对于被困在生活琐碎里的人来说，旅行就是一味良药，可以治愈内心的万千疾苦。当你行走在路上，看不同的风景，遇见不同的人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去山顶看一次日出，感受海风吹拂；观察田间小草旺盛的生命力，感受古城楼的厚重历史；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，去一次雪域高原洗涤心灵；看石桥细雨，古道长亭，感受江南水乡的温婉；在辽阔草原上骑马放牧，去老街走走，感受人间烟火气；或者近处郊外露营，欣赏夜空。第九，修炼好心态。积极情绪的力量里有句话，凡事都有两面，只要不往坏处想，人多半就能往好处走。很多时候，你遇事的心态决定你会过上怎样的人生。你若哀其抱怨，生活自然愁云密布；你若用积极的态度，即使跌落人生低谷，你也能一直往上走。遇到再糟糕的事情，也要先讲它好的一面，不要胡思乱想。预知未来的烦恼，每天多次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。心情低落时，引导自己去想些开心的事情。尝试正念冥想，将烦躁思绪引入宁静空间。少看负面短视频新闻，遇事不纠缠，事过就翻天，不生隔夜气。凡事尽力而为，结果顺其自然。睡前原谅一切，醒来便是新生。最后，好好爱自己。有人说，人身上的焦虑和戾气都是被亏待出来的。如果你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，回想一下，你有多久没好好爱过自己了？一年到头，以为自己准备了几次惊喜？与人相处时，你更在乎的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感受？王尔德曾说，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从今往后的每一天，多倾听自己的想法，多在乎自己的感受。当你开始真正爱自己，你会发现生活不再处处是烦恼，而是日子滚烫，人间可爱。培养一个兴趣爱好，充实生活，取得小成就时及时给自己奖励。每天出门前在镜子前鼓励自己，
停止自责，生日时给自己准备一束鲜花或一份礼物，允许自己闲下来主动放空，给自己列一份心愿清单并努力实现它，给自己开组写真作为留念，给自己买一套好的护肤品。不要对自己吝啬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悦纳自己的缺点。有句话说的特别对，让你内耗的人或事都不是好人好事，别理别问，别起波澜。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过去，没有发生的更不必忧愁。正所谓将军赶路不追小兔，把内耗的时间用在心里修理种菊，我们便能摒弃外界的纷扰，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。